你知道这东西有多危险吗？我知道。哎，翻头绕吧。啊，去制止他们，别让他们下沟。好。主见，哎，一定要仔细做好记录。也许我们能从这殉葬品的数量和规模，推断出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。知道了，教授。拿着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谁能相信这地下竟会有如此雄伟的人造工程？会不会是外星人建造的呀？人类的祖先能够建造金字塔、长城这样的伟大建筑，造个这个有什么了不得的？外国专家曾经推测，金字塔很有可能就是外星人建造的。你是学考古的，不要总想着研究外星人。那可是老师。好了，拿着，给我照着。这当年的殉葬也太残酷了。在那个年代，命运的无奈很多都来自于阶级的分化。其实，考古学和社会学是分不开的。
要做好考古研究，只研究本专业是不够的。交给楚剑，让他保存好。兄弟专业。阿祖，楚剑没事吧？没事。放下。老胡。宝宝给我，宝宝给我，凭什么给你？站住！宝宝给我，把包给我！快，胡大哥！老胡，手给我！快！烧死了没有？烧死了，烧死了！老胡，我以为我这辈子见不着你娶媳妇了呢。你大爷！你就不盼我点好？你等着，我非给你娶个外国媳妇给你看看。你说话算数。说话算数。胖哥，我真不想把你哭鼻子的事告诉老支书。你可别告诉他，你告诉他，全村的等于都知道了。行啊，英子，没错，回去就告诉老支书。对，必须让全村人都知道。瞧你那点出息！
我们能活着回来，都是你们俩保佑，是你们保护我们回来的。希望你们俩呢，也能早点去西方极乐世界。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儿，能为你们做的也就这么多了。贪得无厌，欲求不满，可不是好孩子。两位古代小朋友，哦，不对，我重说啊，两位小祖宗，很遗憾，你们没有生活在文明、民主、处处充满阳光的新社会，没能体会到社会处处充满爱。但是你们也不要太难过了，命有终会有，命无须忘怀，万般难计较，都在命中来。人死了是要入土为安的，可咱这条件有限，也没有棺材来安放你们，没有香火来祭拜你们。哎，咱不是有烟吗？古代小祖宗不抽烟。我拿烟来祭拜他们。这玩意儿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小子在装，接着装。什么时候拿的？是不是我去打那红毛怪的时候拿的？在我那么玩命的时候，你还去拿这东西啊？我没有。他没有，我作证。我们俩一直在一起。啊。那这也太奇怪了。不是，都给放回去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是感谢吧？你们俩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们带出来的。应该是。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说的就是这个吧。咱这墓搭的也太简单了吧？这两位小祖宗对咱这么好，咱得把他弄得好点啊！没错，弄好点。来，这儿还有。好，感谢两位小祖宗，谢谢两位小祖宗救了我们，你们两位就在这儿好好安息吧。走吧，走吧。真是受穷等不了天亮。
瞧你那点出息，都看了100多遍了，也不怕看没了。你别吃了，把它给我。来，给你干嘛？我可得把它收好。哼，英子，我们俩还有事儿，等到了前边，我们俩就直接奔县城方向了。咋？你们不回村了？不回了，我们俩有重要的事儿啊，得赶紧回去办。那咋行？老支书嘱咐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回去，不然就没完成任务。英子，你爹没告诉你做事儿要灵活，不能认死理儿。胖哥，英子，我这如果说再去日本人要塞的话，你还记得路吗？没问题，我可是个好猎手。你也看到了，那儿有不少物资，还有发电机什么的，村里人都用得上。那不都给烧了吗？烧的是主墓室，那要塞里的仓库有隔热层，问题不大。你们什么时候再回来？我们办完这儿就回来。真的？当然，我们还得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呢嘛。这，你们别忘了，我还欠你们一顿饭呢。好，留着，我们回来吃。行。Know if the price can be lower. OK， 他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，他是诚心想买，你给个实在价吧。没你这样的，你净听外国人说话呀。你跟他说，我这儿价格是绝对公道的。He said the price cannot be lower. I think you can do better. 他的意思。稍等啊。Maybe I can accept that. 来了。哟，胡爷，胖爷，哎，你们先坐啊，我这谈点事儿。你瞅瞅，我这又来客人了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先回去想想，想好了再来。我这不愁买家。He has another buyer. Okay. OK 了。Okay. OK， Over the friend， Yeah. Over the friend， 来，轻拿轻放啊，Welcome， 来，顾子白，拜拜啊，顾子白啊，3天不开张，开张吃3年，这帮洋鬼子弄俩假罐子。还跟得了宝似的，二位，这边坐吧。庚子年那会儿，八国联军进北京，可没少跟咱这儿划了好东西。今天这也算替天行道。那是，这古有霍元甲打败俄国大力士，这如今有咱今野巧取洋人不义之财，为国争光。得嘞，您别寒碜我了，你们2位才是真的爷，我服。我给你们俩开点东西啊。你看，全国人民都知道了。牛心山发现日本关东军要塞，还是老支书觉悟高啊！立刻上交国家。2位，带回什么好东西来了吗？拿出来给长长见识呗。带回来2块玉，您给长长眼。2位什么脾气我都知道，我就不绕弯子了啊。这段玉品相一般，好在是1对，还值点钱。2位应该是从金朝的将军墓里头给他倒出来的吧？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种飞蛾在古代是舍生勇士的象征，飞蛾扑火，勇往直前，明知道是死还得往火堆里头扎。古人对这种飞蛾的精神极为推崇，用这种飞蛾做成配饰，奖励给有战功或者有功勋的人，那是极大的荣耀啊！金爷，你说这些我们也听不懂，我就想知道这2件名器值多少钱。别急呀，胖爷，这对名器我给估个底价，按照现在的行市，3万到4万之间吧。当然了，要是搁国外的话，还能再高一点。咱们国内就这行情，要碰到合适的买家，可能还会再高一点。但具体多少钱现在不好说，得看当时的情况而定。你们都知道，古董玩器的价格随意性太大，不像是白糖煤球，该多少钱一斤就多少钱一斤。您要是碰上想买的，价能往高了要，否则的话，东西再好没人买，一文不值。我们想尽快出手，你给我们尽快找个买家。这样，2位要是信任我，这对玉我收了，4万，先搁我这儿。如果有合适的，我就卖出去，赚了归我；卖不出去，先放我这儿，我也亏不了，行吗？好，可以。就喜欢你们这样爽快人。咱们之前的过去，我不对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都是自家兄弟了啊！以后有什么好东西，第一时间拿到我这儿来，我帮你们找买家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。怎么样？那是当然。我告诉你，亲，就我们俩这手艺，你全天下找不着第2个。好了，术业有专攻，在这些事儿上，我们俩肯定不如您，但是你也蒙不了我们。对，金爷，你也给我们俩说说，现在这市面上什么东西最值钱？瓷器啊！外国人管咱们中国叫什么呀？China 瓷。瓷器永远都是最火的。就刚才那外国人，2000美刀，弄了2个明清的仿的瓷器，还屁颠儿屁颠儿的呢。多少？2000啊！我告诉你，咱们祖宗烧瓷器最鼎盛的时候，就是现在最先进的工艺都比不了。金爷，宋代的这么大的罐儿，值多少钱？几万不等吧。那这么大的呢？多大？这么大。没见过，无价。老胡，哎呀呀！我为了砸那破玩意儿，我砸出去多少万呢？我。胖子，那不是瓷的，陶的。陶的多少钱？陶的就不值钱了。那还好的。那我再问你，金爷，大粽子脸上那面具值多少钱？哪儿呢？拿出来瞧瞧啊！黑不溜秋的，那没拿它呀。金的，凡是生黑锈的，那都是贵金属啊。就这玩意儿值钱，你怎么给扔下了？哎呦！哎！胖子，跺什么脚啊？我觉得那是铜的。铜的也值钱。哎，哥哥耶，以后我下去收东西的时候，你们能不能跟着我一块儿去？你们也搞清楚里面的门道。这出去一趟好歹也得10来万呢。钱不钱的倒无所谓，倒是像你说跟你出去能学点门道，长点知识，以后这种事儿你倒是可以多想着我们点儿。哎，还真有这么一事儿，特别适合你们。什么事儿啊？最近咱们国家要组织一个考古队，去新疆考察，领头的呢是一个姓陈的教授，跟我爸特熟，2个人经常在一块儿讨论古玩的事儿。这老头啊，曾经3番5次的申请，
要到新疆去进行文物的考察、发掘和保护。你们知道，咱们国家没钱呢。现在有一美国人要资助这次考察活动，他们缺一个懂分金定穴的人做带队。我就把胡爷您的情况跟背景告诉他们，他们非常感兴趣。现在就不知道你们二位对这个事情有没有兴趣？机会倒是不错，而且跟着考古队出去肯定能学不少东西。但有个事儿我想不明白，你美国人他为什么要资助我们中国考古队呢？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啊？就是啊，那美国人他不是活雷锋啊，那没点好处他们干嘛投钱啊？是这么回事。这个出资的人呢，是一个美国华人，女的，她爸爸是华尔街一大亨，就是特有钱那种。这父女俩特别喜欢考古探险。前几年，这老爷子跟着中国的一个探险队到了新疆，他对这个西域精绝文化特别感兴趣，可是去了就再也没回来，一个人都没回来呀。当地驻军也去找了，没找到。然后这女的呢，就继承了这老爷子的一大笔遗产，估计也是不死心，就资助了这次活动，尽一切努力再去找一下亲人的消息。中国人嘛，传统思想落叶归根呢，扔到沙漠里头风吹日晒的，这叫什么事儿，对吧？这理由倒也成立。关键人家给的好啊，工资诱人呢，还是美刀。美刀？嗯。哦。哎，我给你们拿钱去。美刀。4万，你们数数。我给你把那教授地址写下来，你们见了他提我就行啊。我说，再来2份羊肉。好嘞，再端2份差不羊肉。多行了，要那么多吃得完吗？怕什么？咱现在有钱了，以后顿顿下馆子。2位的羊肉，好，够了。慢用啊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瞧你这吃相，没人跟你抢，山里那野味白吃了。那吃肉它还有够啊！再说了，野味是野味，涮羊肉是涮羊肉，那能一样？来干！哎。胖子，我有个想法。你说。我想分一分。咱俩还分什么？要是光咱俩，我还用说吗？我是想，先是你那份啊，然后呢，英子这回冒着生命危险给咱帮了这么大忙，咱得给他一份。对，英子这次太不容易了，得给他一份。再就是老支书，咱们得给他分点儿，让他给乡亲们分一分。咱俩说过，要带领乡亲们去致富，咱不能光说不练。虽然这点钱修不了路，可起码能拉条电线吧。不管多少，算咱一点意思。没错，得让乡亲们沾点好。咱那会儿不懂事儿，没少给乡亲们添麻烦，人家是真把咱当自己孩子，知道咱城里来的吃不惯的乡下饭，人家把好的都留给咱。现在想想，真伟大。还有就是我那份儿，我想给我战友的家属们寄去。我爹妈有国家养着，我自个儿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。可我那些死去的战友，他们爹妈现在岁数都大了，吃药看病，
还有他们弟弟妹妹们上学的学费。虽然国家有补助，但是家里人口多了，真的非常困难。所以我得为他们做点什么。老胡，我那份也不要了，咱俩留点够生活的钱，剩下的钱全给你那些战友家属汇回去。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当兵上战场打仗，可是我爹死得早，我没那个机会。老胡，你一定要帮我完成这个愿望，也算是我对他们的一份敬意。胖子，想听真心话？你说。你呀，进步真快。你大爷！我敬你。我敬你。咱俩以后挣钱的机会不多的是啊。没错。这回咱就挣他们美国人的钱。好。是这地儿吗？这大金牙写着呢，17号，看，是这儿啊。这怎么连牌子都没有啊？这就叫大隐隐于市，隐的也太深了吧！这居委会他也得有个牌子。胖子，我提醒你一句啊，咱们下过墓的事儿，千万别提。放心。你们找谁啊？陈教授在吗？他在里边。好。我们自学过很多考古的知识，光考古的书就看过好几十本。没错，我们俩对这次的考察非常重视。您看，这是我们发表过的考古小文章，您看看，还有这些。还有一些我们这次没带来。我们俩是还有一些。看见没？那女的应该就是这次行动的出资人。还有这个位置，条子很正啊，还挺年轻。二位的水平还达不到我们的要求，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。哎，不是，您看啊，我们两个人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准备了挺长时间的。没错，我明白，让我们干什么都行。但是你们确实达不到我们的要求，我就不送了。那好吧，走吧。同志你好，我们俩是，不用说，二位的来意我已经知道了，想必我们考古队的要求，两位也是知道的，对吧？我们这次是破格中的破格，例外中的例外。两位是有沙漠生存探险的经验，还是懂得考古学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本领，那我们一律不会接受的。咱能不能坐下来说？二位要是没有这样的本领的话，也就没有必要坐下来，对吧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我。是小胡同志和小王同志吧？啊，我们是。您是？我姓陈，陈九仁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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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凯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是郝爱国教授，考古专家。爱国，让客人们坐下说吧。哎，是老师，请坐吧。请。我说得坐下来说吧。请。哎。我想小金同志都给你们讲清楚了吧？小金同志，大金牙。对对对，他也简单给我介绍了你们二位的情况，印象很深刻呀。当过解放军的连长，还有过参加战斗的经验，而且进过沙漠，去过冰川，不简单呐。做我们这些书呆子的领队，实在是绰绰有余啊。不敢当。不过我的确是跟着部队2次到过沙漠深处进行过军事演习。但是呢，我们这次破格招聘领队，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。
就是天星风水术。天星风水？是啊，不知二位懂不懂？老胡，给他们说说。陈教授啊，您说的这种天星风水啊，又名天穹倾囊术，是16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的天字诀，又是最晦涩难懂的一章。我也只是略知一二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不多留两位了。不然老同志没说话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我怎么这么不爱听人家说话呢？哎，我坐下。小王同志，这个郝教授不是针对你们的，是这2天呀，每天都有像刚才那样来凑热闹的人，他是着急生气。小胡同志，你接着说。好吧，那我就把我略知的这一二说说。这个风水嘛，被称为地穴之最。风水之地呢，可以简单的概括为藏风之地，得水之所。后世呢，又把风水术逐渐引申为堪舆之术。说白了呀，就是分析天地人三者之间关系的一门学问。今天呢，咱们就单说这一个分支——天星风水。好，这古时候的帝王贵族啊，对死后之事非常看重，他们觉得生前所享受的待遇，死后也应该继续拥有，并且认为天下兴亡全都发于龙脉，所以陵墓必须要设置在风水宝地。雍正皇帝生前选的陵墓，被概述为乾坤巨秀之区，阴阳汇合之所，龙穴沙水，无美不收，行事礼器，诸级贤备。雍正皇帝阅后批奏，山脉水法，条理详明，寻为上级之让。他老人家说的很对，但是呢，也只说对了一半。因为古人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，不仅要山脉水法，还要日月星辰。从上古时代起啊，人们就开始观察天象，研究星辰的变化用意，推测福祸凶吉。在寻找风水宝地的时候啊，也经常运用天文学的精髓。天地之相去，84000；人之心肾相去，8寸4分。人体金木水火土，上应5天星月，又有24星，对应天下山川地谷。星有美物，必有凶吉。凡是上级之壤，必定和天上的日月星辰相呼应。而以星云流转来定穴的星屋之术，便是这风水学当中最难掌握的天星之术。天有24宿，日有24时，年有24节气，故风水也有24象、24位。如果有人能够观看这星星的凶吉排列，再加上罗盘定位，就可以找到我们想找的地方。不过，这种天星风水流派甚多，各有章法，其中也不乏互相矛盾的。小胡同志说的太好了，新疆大沙漠时隔1000年，以前的绿洲城市都变成了沙海，像孔雀河古道早已干涸，难以寻觅，更不要说沙漠中那些遗迹和古墓了。小胡同志，既然古人是根据山脉水法、日月星辰来为自己定穴，我们要想找到那些淹没在古丝绸之路上的陵墓，依靠天星风水之术，是最简洁有效的途径了，对吧？班长，什么东西啊？看清楚了吗？没看清，好像一道蓝光。冰天雪地里怎么会有活的虫子？班长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看着不像萤火虫。哎，等着！
班长，挺好看的吧？走吧，拿我举个战友们看看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。来，等会儿试试。等会儿啊！小栾，哎，胳油管崩了。不可能啊！出发前我检查过了。前面有个兵站，我去兵站求援，你在这守着，把物资看好。行，一会儿把大衣穿上，别动了。你放心去吧，班长。那蓝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就像是一种瓢虫，但是没人说得清楚。天一亮，我带着兵站的人回来，可是我看到了那一幕，这一辈子我都忘不了。小栾，小栾，小栾，小栾。烧死了！部队最后下的定论是，执行任务过程当中遭遇了不法分子，给小栾追认了烈士。可我当时就觉得，他的死一定跟你瓢虫有关。而且后来发生的事情，也证明了我的看法。后来你们又遇到那玩意儿了？胡先生，王先生，能上我那儿去吗？我有事找你们谈谈。这美国人偷听我们俩说话。来，进来，请坐，请坐。走。胡先生，你看到的虫子是这个吗？小胡，是他吗？对，就是他。这种虫子叫做 The Beetle of Fire， 译成中文叫做火瓢虫。目前，它只在世界各地的探险家还有考古学家记录中能查到。这些只是零星的资料，对很多人来说，它只是个传说。胡先生，
你确实亲眼见过火瓢虫吗？是的。小胡，能给我们讲一下你当年的经历吗？那年我们一个班的战士奉命去执行一项高度机密的任务，需要深入到昆仑冰川的深处，结果中途出了事故。我们一位姓周的战友失足跌入冰川。校长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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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！那种亲眼所见活人被焚烧的过程，实在太过残酷。几个年轻的小战士下意识就开了枪，无数的火瓢虫变成蓝火球冲向我们，我们只好边跑边开枪，结果引发了血崩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躺在部队的医院里了。而除了我所有的战友，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改道去哪儿？我们不是说好的去沙漠吗？不是说好只是去找精绝古城吗？就是啊，你们美国人都喜欢变来变去的。小胡同志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当年的雪崩嘛，是由一场级别不高的地震引起的，不是因为你们开枪。我是在一份内部资料里看到的，后来在国家地质局也得到证实，那场地震还把昆仑冰川东麓震出了一条裂缝。那这跟我们去找精绝古城有什么关系吗？几年前，有一个中外联合考察队去新疆探险，领队的是我的一个老朋友，痴迷于西域文化。可这个考察队在去沙漠寻找精绝古城的路上，不知为什么改变路线去了昆仑冰川，然后就失踪了，没有一个人回来。那怎么能知道他们消失在那儿呢？最后的求救信号就是从昆仑冰川东麓发出的，所以我们分析，他们的失踪和昆仑冰川东麓震出的那条裂缝有关。那咱们去那裂缝找什么呢？一个笔记本，就是本世纪初英国探险家华特先生的日记本。他在日记里详细地记录了当年他们是如何一步步找到精绝古城的，对于我们下一步去沙漠寻找精绝古城是至关重要啊！我之所以想去冰川，不仅仅是为了找资料，是想继续完成父亲未走完的路。我想找出他们去昆仑冰川的原因，找出精绝古城的秘密。那个考察队的带队是你父亲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。如果能够找到精绝古城，完成我们的考古研究计划，许多历史的谜团将由此解开，西域文化的研究将掀开新的一页。
这事儿吧，我听明白了。你们一个是为了亲人，一个是为了科研成果。那这事儿确实跟咱俩没多大关系啊。不过，这好像也不太好拒绝。你们刚才也说了，这确实也挺危险，是吧，老虎？这样吧，加点钱吧，5000，怎么样？既然这样，你们下一站就下车吧。我也知道挺危险的，而且这件事情的确跟你们没有关系。我跟你们去。你不说你不去了吗？怎么又变卦了？你到底怎么想的？刚才我听他们这么说，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。我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那些战友的痛苦和挣扎我可以面对了，结果根本不行。老虎，你能好好活着，就是他们最开心的事儿。道理我都懂，可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他们。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绝对的理由可以不死，可最后的幸存者却是我。我这条命是我很多战友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，我现在却连去看看他们的勇气都没有。我做不到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。我懂。行，你说去咱就去。但是胖子，你听我一句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你就别去了。老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太危险，我不应该拉你趟这浑水。你瞧不起人是吧？当然不是，我知道你什么都不怕。但我还是不能带你去。别废话，都到这儿了，多大事儿都得咱俩在一块儿。我给你讲了，70年你当兵走，你知道我最怕什么？我就怕第3次世界大战开始，你上战场，咱俩再也见不着。中间有几年咱俩断联系了，我在那牛心山，我是真快待不住了。79年，你上前线。先生，我啥也没说吧？我不是没话说，我是一肚子话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我怕说出了晦气，怕你他妈回不来了。你不知道，我知道你被部队赶回来了，我是真高兴，我他妈和你爹一样高兴。胖子，老虎。毛主席他老人家说：“与天斗，与地斗，其乐无穷。”小小的昆仑冰砖算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胡八一，你想扔下我，没门儿。胖子。你牙钱要少了。陈教授，注意安全。走了，我等你们凯旋。谢谢，放心吧。路上小心。注意安全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哎，完成好任务是啊！再见啊！我走了，注意安全啊！早点回来。都跟上啊！
大个子，让大家休息一会儿吧。大家伙儿，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。嘎巴同志，你觉得这里离咱们要找的冰洞还有多远呢？教授，你就别难为我了。3个小时之前就已经超出我们的巡逻范围了。不过指导员说，咱们走的这条路啊，是当年为了建秘密基地，前辈们用命拼出来的。现在也没啥用了。干嘛？你说啥呢？秘密基地这事儿能乱说吗？大个子同志，您放心，我们不会乱说的。啊，不会的。就是，也不是啥秘密。再说陈教授也不是外人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也不知道那个冰洞到底存在不存在是吧？别说我了，大个子是老兵，他都不知道，他都未必来过那么远的地方。我们都是跟着胡大哥在走的嘛。哦。这是你战友的遗物。拉一下，一定绷紧啊！知道了。小楚，一定拴结实啊！放心吧，胡大哥。小贤姐，我帮你。我来吧，胡大哥。啊，小心点啊！小楚、小三，你们都注意安全啊！哎，教授，知道了，放心吧。老师，紧不紧？没问题。胖子，哎，你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少装啊！你有恐高症，我又不是不知道。实在不行的话，你留在这儿等我们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你下，我第二个就跟着你下。确定没问题？确定没事，没事。小刘，咱们得尽快把设备调试一下。好嘞。陈教授，陈教授，除了叶以新，如果还有队员有不能下去的，比如说身体状况或者心理状况不够理想，您抓紧说。让他们留在这儿等我们也是非常有必要的。
我问了，都没问题。既然来了，大家都想下去看看，毕竟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，也许一生只有这一次。好，大家听好，之前强调的，大家务必铭记，下去之后什么情况谁也不清楚，很有可能会遇到稀奇古怪的现象和生物，甚至遗体。所以不管遇到任何突发情况，大家一定要沉着冷静，随机应变。大家也不用太紧张，我和大个子是连里的神枪手，保证让你们安全回来。好，大家抓紧准备吧。哎，好，是。干嘛？你怎么样？我没问题。老师，你登住了，手里边千万抓紧了啊！救我！王大哥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胖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慢点啊！干嘛？咱俩到周围看看。哎，走。你能小心点吗？吓死我了！瞧你这胆儿。老师，哎，你看人家。大叔，哎，他飞了心都有。看看，受过专业训练。来，我帮你解下去。带了没有？害怕了？怎么会呢？辟邪。尸体，那有个尸体。哎，别动，小心带火的虫子。火瓢虫啊，对，火的瓢虫。老霍，是你战友吗？不是，衣服完全不一样。应该是我父亲探险队的人，他们的装备都差不多，我以前见过。这个人怎么会死在这儿呢？肯定不是火瓢虫袭击的。他们攻击过后留下的应该是灰烬。不过依我看来，这并不是什么坏消息，起码能够证明你们以前收到的信号定位是准确的。是。胡队长，这周围我们刚才都看过了，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走。嗯，好啊。北阳姐，有危险我挡着。你拿什么挡啊？我是神枪手。贝小姐，我看你对枪很熟悉，这把枪你拿着吧，但还是要注意安全。好，我走后面。陈教授，您身体状况怎么样？我没问题，谢谢你的关心，小胡同志。
胡大哥，发射器的信号正常。好，我再强调一下，大家一定不要走得太分散，跟着队伍。昆仑山有很多神奇的地方，也有很多神奇的东西，大家一定不要闹出太大的声响，保持安静。总之，我希望大家安全。收拾一下东西，准备出发吧。是。好，来，国，老师，我来。小刘，你快过来，有信号了。哦，快看，有信号了，这说明陈教授他们目前应该一切顺利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给营地汇报。临时营地，我是考察队，听到请回答。临时营地收到，临时营地收到。考察队请讲，考察队请讲。考察队已经顺利接到考古队的信号，目前一切正常，完毕。请保持通讯畅通，请保持通讯畅通，完毕。考察队明白，考察队明白。太好了，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。对啊。小妍姐，你小心点。这是正南，这个缝隙应该是2个山的夹缝。这是正东，再往前走，咱们就到了冰川的正下方了。嚯，这么多云母啊！什么公的母的？不是动物，是结晶体。那云母和水晶通常生长在同一地层，就像这些。这些云母的颜色很深，这说明这些云母曾经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很深。咱们在这个海拔上能够看到它们，完全是因为地壳运动的结果。大家都跟上啊！嘎娃，你看着后边点。哎，放心吧。哎，这玩意儿值钱吗？小叶同志，这次考察没能下到第一线，遗憾吗？说实话，确实有点遗憾。不过大家也是照顾我，担心我的身体。其实对于我来说，能跟着陈教授这么权威的专家走一趟，已经非常幸运了。考察队，这里是临时营地，收到请回答。考察队收到，临时营地请指示。收到最新气象预报，3小时之后将有暴风雪，希望你们保护考古队完成考古工作后，督促他们迅速撤离。完毕。请临时营地放心，我们一定按照命令完成任务。完毕。听着好像有流水的声音，会不会有地下河呀？我还从来没见过地下河呢，这地儿也太神奇了。哎，你说底下这么大，咋不在这儿建秘密基地嘞？干嘛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？哎，胡大哥，你以前是不是来过这儿？等我出去以后，慢慢讲给你听。哎，不用你说，我用脚趾头都想得出来，你以前肯定来过这儿。一看就不是一般人，能的你，脚趾头你还有想法呢？党教育我们要解放思想，可你也得实事求是。哎呀，放开我！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，你懂不懂？你少废话，赶紧上后边待着去。后边。这就是地下河。陈教授，咱们可能得需要趟水过河了。大家先原地休息一下吧，我跟胖子去看看。好。哎，胡大哥，不好了，小妍姐不见了。啊？不是让你在后边照顾着吗？你没事跑前面瞎聊什么呀你？哎。稳住，先别慌神儿。
你们俩保持警戒。是，小胡同志，杨小姐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？会不会是外星人啊？别胡说！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小杨姐，你上哪去了？你吓死我们了！啊，我看刚才那边挺美的，就过去拍了几张照片，要不然回杂志社没有办法交代。哎呀，舍里，你可把大家吓坏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和大家说一声啊！对不起，让大家担心了。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们发现什么？没有。行了，人没事就好，大家原地休息一下吧。我和胖子去试试水的深浅。哎，好，行。我感觉这美国妞有问题。这陈教授他们考古我倒理解，可这舍利子啊！别闹，就这美国妞吧。哎，你别看她像中国人，但她其实是个美国人。她干嘛非要赞助咱们考古队啊？这肯定有所图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忘了，咱们现在只拿了定金，这大头还在后头。别光想着钱嘛。这水深吗？应该不深。反正我告诉你啊，如果出什么事儿，我可得把这美国妞给盯死了。把冰镐给我。哎，给。慢点啊！你们大伙儿快过来，快！怎么了？老黄，这什么字儿啊？我哪知道？那你过去来的时候没见过？没有。可是我怎么觉得这么眼熟啊？眼熟？小王同志，小王同志，干嘛？能不能把你那块玉再让我看一下？可以啊。我看。哎，干嘛呢？这人往哪儿牵呢？教授，我怎么觉得我这玉上的字儿跟这石头上的字儿差不多呀？不是差不多，是完全一样，都是鬼洞文。什么鬼文？这种文字是精绝国的文字，叫鬼洞文。精绝国是西汉时期坐落在西域的一个国家。哎，小王，我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说这块玉是当年剿匪的时候得到的。对呀，在米亚利州，哎呦，我打的那土匪屁滚尿流，还打死了一个匪首。打住！陈教授，您的意思是说这种文字和精绝古城有关系？嗯，最起码是同一种文字。那教授，你说那是什么国？是西汉的？那也就是说，我这块玉比辽金的更值钱？陈教授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地方，它真的跟找到精绝古城是有直接关系的。太对了，小胡同志。今天我们这个发现，将开启西域考古的新篇章。舍利，看来你爸爸绕到昆仑冰川是有道理的。我现在对他拿到的那本关于精绝古城的日记更加期待了。爱国，你赶紧带着学生们把这个岩壁上的文字都记录下来。知道，小楚。小胡领队，咱们抓紧时间继续往前赶啊！接着走。没问题。好。小四，啊，不能开闪光灯，把它关了。快关了。
查队，考察队，1小时之后必须撤离，必须撤离，完毕。考察队收到，考察队收到。唐导，哎，照顾下后面。哎，慢点啊！老师小心。注意脚下。慢点，楚剑，你头顶扶稳了啊！你在观察我吗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我知道你到这儿来有你自己的目的，但我想告诉你，这儿可能有很多危险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我们再怎么抱着侥幸的心理，你也不能忽视危险的存在。请你考虑一下大家，别光想着自己。哎，老胡，这洞里可比外面暖和多了，我还以为这水得特凉呢，没想到温度还挺舒服。这儿有可能地壳活动频发，有地热源，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什么意思啊？你都觉得舒服，别的东西也一样觉得舒服。你是怕有火瓢虫？不光火瓢虫，也许还有其他什么。比如说，要是有食人鱼或者……别老造这紧张气氛，本来就够提心吊胆的。陈教授，没问题吧？没有，我们都很好。大家先别动，我和大哥走，去看看。走。哎。别吵。什么情况？把头灯都关掉，手电不要直射。干嘛？你穿着军装呢，还搞宗教迷信这套东西？起来！这什么鬼地方啊？死这么多人！这就是传说中的9层妖楼。9层妖楼，这是古代魔国历代君王陵寝的殡葬形式。教授，我以前在书上看到过，在青海的穴位也有一座和这座妖楼很相似的遗迹。对，只可惜那座妖楼在魔国灭亡的时候已被英雄哥萨尔王摧毁了。就是说这妖楼也是一个大墓，我理解的对吧？没错，我们研究了一辈子，想保存这么完整的根本没人见过。那这里头肯定有很多古董啊。
何止是古董，一切都值得研究。Shirley，这次我们来的太有价值了，也许你爸爸就是为了这9层窑楼而来的。别惊动他们睡觉。谁呀？死人？不是，火瓢虫，就你说那种会冒火的虫子。没错，这一路上咱们都没有碰到火瓢虫，我以为能够侥幸躲过去，没想到碰到他们的老巢了。这上面密密麻麻的蓝光，就是从那玩意儿身上发出来的。对，没错。这是什么呀？哎，小手慢点儿，别动！别动他！小手。这应该就是火瓢虫袭击的。杨姐，实话实说，你父亲的探险队很可能就是。我明白，我心里面早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。所以咱们必须撤离。小胡，陈教授，我的意思是必须跟大家说清楚，这儿非常危险，咱必须马上离开这儿。小胡同志，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要找的东西对我们太重要了。既然已经到这儿了，当然是尽可能的多找找啊。小胡同志，希望你能理解，这是我们几代西域文化研究工作者一直等待的机会啊。你别看我，我听你的。学弟啊，你干什么？站住！不用管我，教授，你们可以不用跟过来。完了，走。太不让人省心了。小刘，我要下去通知他们。下面情况我们不清楚，如果你再万一出现危险，情况会更加复杂。那咱们这么干等着也不是办法。你先别急，我再请示一下营地。临时营地，临时营地，我是考察队，听到请回答。我是考察队，听到请回答。临时营地，临时营地。